第4批 UFO 檔案終於公開了。乍聽之下，這似乎是一個足以震動全球的消息。新的軍方紅外線影片，新的不明物體，新的官方記錄，甚至還包括一些被美國政府特別挑選出來，放在最顯眼位置的精選案例。問題是，當我們真正打開這批檔案，逐段看完之後，看到的究竟是外星科技的證據，還是一批缺乏背景、缺乏數據，甚至連基本說明都不完整的模糊影像？這一次，我們不急着下結論，讓我們從第一段開始，一個畫面一個畫面的看下去。也許真正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影片裡出現了什麼，而是官方選擇告訴了我們什麼，以及他們沒有告訴我們什麼。第4批公開資料中，包含整頁的文件，以及一個專門展示影片的頁面，任何人都可以親自查看。而這一批資料延續了上一輪公開時採用的方式，官方會特別標示部分重點引文，也會挑出幾份特色文件和精選影片，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換句話說，接下來看到的並不是隨機抽出的普通案例，這些影像是官方主動選擇要讓公眾優先看到的內容。第一段影片來自美國印太司令部，報告在2025年提交，畫面只有短短18秒，來自美國軍事平台上的紅外線感測器。影片開始後，感測器鏡頭緩慢移動，嘗試鎖定一個高對比度的發光區域。而這個物體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看起來不像普通的圆點，它呈現出一種類似六角星，甚至六芒星的形狀。官方文件同時說明，部分內容已經刪減。刪減的目的是保護目擊者身份、政府設施位置，以及與 UAP 本身無關的軍事敏感資訊。不過，官方也特別強調，根據川普總統的指示，任何與不明空中現象本身的性質或存在直接相關的資訊，都沒有遭到刪減。聽起來非常透明。那麼，我們來看，15秒左右，沒有聲音。畫面中央，一個六角星狀的亮點被感測器追蹤，它看起來神秘，甚至有一點不祥。但仔細觀察之後，第一個問題很快就出現了：這真的是物體本身的形狀嗎？還是鏡頭光學系統造成的效果？因為当相機、紅外線鏡頭或感測器拍攝高亮度光源時，光線可能在鏡片內部產生繞射、反射或光學變形。原本只是一個普通亮點，最後卻可能呈現出星芒、六角形，甚至看似規則的幾何圖案。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六芒星未必是一艘六芒星形狀的飞行器，它也可能只是鏡頭在告訴我们，前方有一個很亮的東西，而不是前方有一艘外星飛船。更讓人意外的是，這竟然是官方放在最前面的精選案例之一。接下來是一段據稱在2025年東海拍攝的影像，完整原始影片據說長達5分鐘，同樣來自美國軍事平台上的紅外線感測器。影片仍然沒有聲音，畫面裡一個圓形物體緩慢漂浮，它的下方似乎還垂着一條繩索、一條線，或某種細長結構。整體運動方式非常平穩，沒有突然加速，沒有急轉彎，沒有瞬間消失，也沒有展現出任何明顯違反現有航空技術的動作。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個氣球，甚至可能是气象氣球、監測氣球，或某種搭載儀器的高空平台。物體底部偶爾出現閃爍，那可能是光線反射，也可能是下方懸掛的設備，在旋轉或擺動時產生亮度變化。更值得注意的是，從畫面比例來看，上方的球狀物體和下方的懸掛物
視覺尺寸似乎相差不大，這讓整個結構更加接近一個氣球，加上一組懸掛設備，而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金屬飛碟。但這同樣是一段精選影片。這批資料總共有4個被官方特別突出的案例，也就是說，這些很可能已經是整批資料中被認為最值得公眾注意的影像。如果連最好的都只能提供這種程度的資訊，那麼後面的內容究竟會是什麼？第3個重要案例，把時間拉回到1996年，地點是美國西部。這是一段長約3分鐘，至今仍未解決的不明空中现象影像。案件後來曾被提交給美國不明空中现象特別工作組，也就是 UFO。 這正是傑伊·斯特拉頓以及大衛·格魯什曾經參與工作的那個單位。光是這2個名字就足以讓許多關注 UFO 議題的人提高警覺。但是文件中出現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警告，這段媒體資料在被提交給 UFO 之前就已經遭到數位修改，而目前公開的版本只是 ARO 當初收到時的原始狀態。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不一定是最初拍攝的原始影像，它可能被調整過亮度，可能被裁切過，可能被放大過，甚至可能加入了其他数位處理。至於究竟修改了什麼，由誰修改，為什麼修改，我們並不知道。這立刻讓影像的证據價值大打折扣。影片播放後，畫質極為粗糙，畫面中的物體像是早期電子遊戲裡的像素圖形，有時像2顆核桃，有時又像2顆杏仁。官方似乎逐格播放，希望觀眾能看清楚物體的運動。我們的確能看見一些黑色形狀正在畫面中移動，但那究竟是遠方物體、影像雜訊、數位處理產生的殘影，還是原始畫面中真正存在的飛行器？沒有足夠資料，根本無法判斷。這正是這類影片最容易制造爭議的地方。當畫面越模糊，人腦就越容易自動填補缺失的細節。有人看到飛碟，有人看到2個未知飛行器，也有人只看到幾團移動的黑色像素。如果我們擁有拍攝地點、鏡頭焦距、感測器信號、目標距離、飛行高度、觀測角度和完整時間序列，或許還能進一步分析。但在這裡，我們幾乎什麼都沒有，沒有完整背景，沒有原始檔案，沒有拍攝參數，甚至連影像被數位修改的具體方式也沒有交代。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那2顆黑色物體是不是外星飞船，而是只有這種程度的資料，我們究竟能得出什麼結論？接下来是一段來自2019年的影片，地點標識為美洲灣，也就是過去所稱的墨西哥灣。影像來自美國軍用平台的紅外線感測器。影片只有8秒鐘。沒錯，8秒。畫面中有一個亮點或暗點短暫出現，鏡頭似乎正在追蹤它。然後影片結束了，沒有詳細報告，沒有事件背景，沒有目擊者描述，沒有平台高度，沒有物體速度，沒有距離估算，也沒有說明當時附近是否存在飛機、無人機、氣球、鳥類或其他軍事活動。8秒鐘之後，我們所知道的和影片開始之前幾乎一樣多，也就是什麼都不知道。這段影像並不能證明那是一艘外星飛船，但它同樣也無法告訴我們那究竟是什麼。它只證明了一件事：某個感測器在某個時間拍到了一個無法僅憑着8秒鐘確認身份的東西。這就是不明真正的意思。不明不等於外星，它只是代表目前提供的資訊不足以辨認。接下來
我們進入那些沒有被官方列為重點介紹的影片。第一段來自2023年的中東地区，長約18秒。畫面中的感測器似乎在追蹤某個目標，但問題再次出現：鏡頭究竟是在追蹤一個實體物體，還是只是在追蹤遠方飛過的熱源、雜訊或影像中的對比點？沒有附加報告，沒有事件描述，什麼都沒有。我們只能看見畫面，卻無法理解畫面背後發生了什麼。下一段仍然來自中東，拍攝於2023年，影片長約10秒，鏡頭似乎正集中追蹤某個固定目標。畫面中央有一個紅色區域，附近也出現另一個顏色相近的紅色標記。接着，一個形狀奇特的物體高速穿過畫面，它看起來像是突然射出，也可能只是快速飞越感測器視野，而被鏡頭鎖定的主要目標卻幾乎沒有移動。這段畫面確實比前幾段更容易引發想象，因為它包含速度感，也包含一個疑似高速飛行的物體。但我們仍然缺少最關鍵的資訊。那是飛彈嗎？是攔截彈嗎？是其他飛行器嗎？是感測器顯示界面造成的視覺效果嗎？還是兩個彼此毫無關係，只是在視線方向上短暫重疊的目標？我們不知道。而缺乏背景資訊，正是整批資料不斷重複出現的核心問題。再來，是一段據稱來自2023年黃海的影片，影片標示長度接近5分鐘，畫面上的時間讀數卻出現不一致，一處顯示4分57秒，底部另一處卻顯示4分46秒。這或許只是播放界面、剪輯方式或時間碼系統不同，但由於沒有文件說明，我們連這個最基本的差異也無法確認原因。畫面中確實有一個東西在移動，但它沒有突然加速，沒有直角轉彎，沒有瞬間改變方向，也沒有表現出任何公認超越現有飛行技術的能力。它只是緩慢移動。這類影像我們已經看過很多，一個遠方目標，一個不穩定的感測器畫面，一段缺乏尺度、距離和速度參考的影像。如果沒有其他資料，任何普通物體都可能顯得異常。一只鳥可以看起來像高速飛行器，一個氣球可以看起來像靜止在空中的神秘球體，遠方的飛機也可能因為紅外線成像而失去原有輪廓。接下来幾段同樣來自2023年的中東或鄰近地區，而官方提供的資訊依舊少得驚人。一個畫面，一個年份，一個大致地區，然後就沒有了。其中一些物體的漂浮方式看起來仍然很像氣球，緩慢，隨風移動，沒有明顯主動推進，也沒有出現異常激動。有一句老話是這樣說的：如果它走路像鴨子，叫聲也像鴨子，那它很可能就是一只鴨子。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東西漂浮得像氣球，移動方式也像氣球，那麼在没有更多證據之前，气球至少應該是最先被排查的可能性。但有些畫面有包含疑似飞彈、弹丸或高速物體，而這正是最容易讓人興奮的部分，因為只要畫面中出現一個快速掠過的亮點，人們就會立刻開始想象，這是不是某種武器？是不是軍方正在攔截未知目標？是不是某個不明物體承受攻擊後仍然毫髮無傷？這些問題都很吸引人，但問題在於，我們沒有完整影片，沒有任務記錄，沒有武器發射資料，也不知道畫面中的兩個物體是否真的存在互動關係。最後，畫面來到2024年的南海，這是一個軍事活動高度敏感、空中與海上目標極為複雜的區域。按理說，這類案例應該配有更完整的感測器資料
雷達記錄、平台資訊以及目標分析。然而，公開版本依然只有極少的說明：一段影像、一個地點、一個年份。就這樣，看完整批資料後，最讓人不安的，或許不是影片中出現了什麼，而是我們得到的資訊少到了幾乎無法進行真正分析的程度。這批檔案確實證明，美國軍方在不同地區、不同年份持續拍攝到無法立即辨認的空中物體，其中一些可能是氣球，一些可能是飛機，一些可能是感測器、光学系統或數位處理造成的視覺異常，也可能有極少數案例，在掌握完整數據後，仍然無法用常規方式解釋。但至少從目前公開的這些影片來看，沒有任何一段能直接證明外星飛船正在地球上空活動。同樣重要的是，他們也沒有真正解開這些事件。這些檔案沒有為 UFO 謎團畫上句號，相反，他們只是把更多模糊的影像放到了公眾面前，然後讓所有人自己猜測。而最值得追問的，從來不只是畫面裡那個東西是什麼。真正的問題是，軍方是否擁有更完整的影片？是否存在雷達、衛星或多感測器數據？魏石模公開內容缺少基本背景，魏石模被挑選為精選案例的影片仍然如此模糊，如此短暫。這是因為最好的證據也只有這種程度，還是因為真正關鍵的部分依然沒有被公開？第4批 UFO 檔案已經出現，但它帶來的不是答案，而是另一層更深的迷霧。也許我們看到的只是氣球、反光和感測器雜訊，也許其中真的藏着某些目前無法解釋的現象。但在完整數據公開之前，任何過早的結論都可能只是我們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到了模糊的像素之上。所以，下一次當有人指着一個亮點，斩釘截鐵地說，這就是外星飛船，請先停一下，問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們看到的究竟是那個物體本身，還是我們希望它成為的樣子？